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看这个锅啊，我现在拿着这个锅呢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后面那位呢是我的德国的伴侣，就是为了表明啊我在德国啊，我专门从中国带了这个锅过来，然后我今天就说说这个锅的故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个琐碎的话题，发生在我身边的。刚才我专门拍了几秒钟，就为了向大家证明啊，我真的是在德国，所以我就拍了我德国的那个伴侣。好，现在我们进入今天的其实是重点的话题。我给大家说啊，我没有拿国内这个某个厂家的1分钱的那个广告费，我也不是为了他做广告，而是完全出于对中国产品的可以说是惊喜吧。是这样啊，我为什么把这个锅带到德国来呢？是有故事的。我花钱在老家把我们老家的农村老家的房子，属于我常住的那层，我装修了，我就把厨房的那个用具啊都买齐了，然后要做饭嘛，肯定要锅，对不对？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买了一口锅。我在国内买也喜欢，还是买稍微至少在国内算那个牌子吧，我就买了这口锅。当时我没有抱很大的心理期望，我就想了吧，反正我觉得能够在中国能够建立口碑的，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然后我就买了，又可以炒菜的，又可以煎东西的，然后看着网上的那个好评还不少，我就买了这口锅。我觉得我拿到手的时候非常的惊喜，因为从做工来说啊，跟德国这个世界最有名的那些牌子比起来，我就觉得它的做工甚至要比德国要好。我不是在帮中国说好话，德国锅我也用过啊，中国锅我也用过，现在对不对？我有对比啊，所以我才有发言权。因为从它的做工来说，确实没话可说，非常有质感，很重。我估计是不锈钢的吧，至少是304不锈钢的。它没有那个特氟龙的涂层，因为特氟龙如果它损害的话，据说是有致癌的风险的，所以我一般来说不是特别想用。这个它能够做到比较好的不粘的那个效果，是因为可能这种蜂窝式它那种结构吧。然后本来其实没有所谓的粘不粘锅的意思，只要你的温度够高，然后呢你有一定的那个油，一般都不会粘锅。至少我是后来了解不粘锅这个它的科学的时候，我在网上科普的，自己得到了一些知识。这个从实用来说，我觉得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这个盖子的设计呢也非常想得到位，就是这里它可以立在这个台面上而不倒，所以这点是非常方便的。这是我买这个锅的原因。使用过了，跟德国锅有对比了，所以我就感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就中国真的能生产出非常好的东西。当然中国的假货也不少，比如说在那个拼什么什么多上面，对不对？很多的假货，但是只要你买，我觉得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一般啊都不用担心它的质量，对吧？餐具啊，那个家电啊，现在中国的都非常的好。好了，用过之后，我对它的质量完全折服之后呢，这次从那个中国回德国，我又买了一顶这个锅带过这边来。因为我德国这个锅应该是在网上3年前左右买的吧，反正就是疫情期间买的。当时买了是花了59欧元，好像听说是荷兰一个品牌，原来没有听说过。因为在德国买不到合适那种，我觉得要做中餐的那种锅，真的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呢，找到那口锅，用着感觉还不错。可是呢，用了2年多之后，它那个涂层虽然说什么特氟龙的涂层很好，但是总感觉啊，它那个越来越粘了，很不满意。后来
我这次从中国带过来之后，我的德国伴侣啊，他用过之后，他大吃一惊，他说：“哇，这个锅真的是中国出的。”我说：“是啊。”他说：“那么好的质量。”他说：“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好的锅。”他说：“比我们德国的锅好多了。”这是他亲口说的啊。所以呢，昨天，等一下我就录屏给大家看看我跟他一段对话。然后他说：“你一定要再买一顶这个锅。”我说：“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有这口锅，还要买干嘛？”他说：“买来备用。”他说：“万一这口锅某天坏了呢？我们不是没有锅用了吗？”他说：“你一定要买，因为这次啊10月份他要去中国。他说我们去中国的话，我现在要买的清单里面一定有这口锅，到时我从中国带过德国来。”我说：“好啊。”所以呢，前天我就在网上下单了，昨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说我已经买了那个锅了，然后他又跟我说这个锅怎么好，怎么样，反正呢，他对这口锅真的是赞不绝口。从一个德国人口里啊，得到这赞不绝口，我就觉得这口锅绝对它的质量应该是能够过关的，而且是比德国的还要好那种过关。我这个录屏呢是德国一个手机软件叫 WhatsApp， 这个德语词呢是翻译过来昨天的意思。昨天我发了一个截图给我的德国这个伴侣，就是我又买了一口锅，这口锅是304不锈钢，还有带锅盖，然后加上一个锅铲。你看显示是待收货的状态，一共花了119块。我几个月前已经买了一口了，就是我带过来这一只。下面其实呢还有一口锅，等一下我就放一张截图上来。一共我买了3口了这个锅啊。然后我告诉他，我昨天已经又买了这口很好的锅了，10月份你去中国的时候可以带过来，119块等于15欧元。然后他怎么说？请同时买2口锅。他说那锅太棒了，而且是只有这个价钱。我问他为什么？在我们厨房不是有1口了吗？他说送人呢。送给 Sammy 这个人吗？是他的一位好友。他说是的，我觉得这做工实在太好了。还有他那个锅盖可以这样立起来，这个想法其实很好。我说 OK。 他说像这样的东西在德国没有，而且没有这样的价钱。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说你这么表扬中国的厂家给你送什么东西啊？然后他说我就是觉得这口锅太好了，这个价格其实相当于白送了。然后他做这个表情。然后我说当然了，所以我把这口锅带到德国来。然后他说在德国买那口锅很快他那个涂层就没了，而且当时花了49欧元，我觉得记错了吧，应该是59欧元，反正也不便宜。那口锅用了2年多。我说是的啊，光是这个材料如果在德国生产啊，材料都不止这个价钱了。他说正是这样。他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涂层那么快就坏了。他说特氟龙其实如果损坏的话也不怎么健康。然后我加了一句，我说我带过来这口锅啊，要比德国那个品牌 WMF 还有德国 Fiesler 要好，对不对？他说这样的东西在德国根本就没有，反正我没有看见。然后他说像这个做工还有这个质量，这个厂家完全可以要更高的价格。然后我告诉他是的，在德国肯定可以要更高的价格，至少49欧元，但是在中国竞争特别大，所以呢要不了高价。然后他说但是在德国媒体又会说中国的东西不行，我们还是买那个东西吧，也就是那口锅。然后我告诉他你也知道德国的媒体是如何报道的。然后他又说那就让其他人买贵的垃圾货吧，让我们买最价廉物美的中国出的产品。然后谈了一些其他话题。我们继续啊，这个截图呢就是他早上发给我的，德国铁路已经都出状况了。你看这个是晚点，这趟车完全取消，这趟车呢没有其他信息，
可能到火车站之后呢，会显示晚点了或者是取消了，这趟也没有什么信息。早上呢起来怒火冲天对德国铁路，所以我就说了吧，我的操作跟普通或者是跟很多西方的德国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我比较过，我就知道中国好的东西啊，所以我现在很多东西我就从中国往德国搬运，而不是像很多中国那样，或者是像有些中国那样，以为德国的东西都是好的，宁可我花，比如说这样一口锅几百块、上千，甚至1000多块钱，或者是那个什么菜刀、那个餐具都从德国搬运过去。当然人少钱多也没办法，对吧？我承认德国有些东西，餐具的东西肯定也不错，很多东西可能质量也比中国好，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我自己特别是过去10年啊，我用肉眼可以观察到中国制造的质量有个质的飞跃，中国人做出了很多功能齐全的、质量很不错的，而且价格非常低廉的小的家电，我都从中国搬运过来了。另外呢，中国的不管是燃油汽车还是电动车，我觉得过去5年是那个变好最快的这5年。我记得5、6年前、10年前，中国的车的那个设计呢还是比较丑陋的。可是呢，就是疫情过后，我回去啊，就是2020年，我回去之后，我大吃一惊，我发现很多非常漂亮的那个车的款式。然后联系到德国，我就回想起德国过去这几年关于中国这车方面的这个报道啊，它是有的。德国也报道，就是德国很多，也包括欧洲吧，就是欧洲很多原来帮什么德国啊，帮什么法国啊、意大利啊，就是这些车厂设计的那些设计师，纷纷呢被中国可以说是重金买过去了，帮中国设计。我相信呢，这些人应该也是为中国这个汽车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啊。至少从设计来说，可能还有从内部的那些汽车优化来说，我认为呢，中国花的钱是值得的。你说去帮忙也好，你说去帮中国打工也好，反正我觉得，特别是汽车这几年质的飞跃，应该是与中国花重金请这西方的人，因为毕竟他们在西方有几十年、上百年这个汽车制造的历史，他们肯定有些东西他们想到的，我们中国那些设计师、工业设计师或是开发的人员没有想到。下次我相信我这个德国的伴侣啊，他过去之后看到中国现在，我想亲自带他去柳州这个电动汽车城去看看。其实呢，老外也可以去参观那个五菱汽车厂，我觉得这是好机会啊。我特别想去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生产这个电动车的，希望我到时能够进去啊。所以我想带他去看看，多给他看看中国这方面的东西，让他呢在他的朋友圈也帮中国宣传一下。否则我觉得负面东西太多了。德国从这件小事就证明啊，他完全被这口锅真的是征服了。就是从这件小事，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德国呢，很多时候德国制造是我们中国人，我认为啊，制造出了一个神话。为什么呢？还是与中国这个过去是个农业国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的时候，原来不是受了什么过去啊文化大革命，还有之前的大跃进这些影响，然后呢片面的宣传中国有多好，然后呢外国有多糟糕。然后国门一打开之后，中国那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国内受的教育，然后一出去看到反差太大，国外要比中国发达，真的发达很多，所以立即他们的思想就崩溃了，立场完全改变。原来由中国的特别红的人变成了完全黑中国的人，像这样的人目前还很多。这也是中国目前很多人还是那个膝盖软的跪着的原因，也是呢通过他们又让下一代也还是呢仰头族的人，对西方还是仰头，对德国制造还是认为
还是神话，认为德国的东西外国的西方的都是好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还很多。当然做生意是一回事情啊，把德国产品推销到中国，你能够做生意赚点钱，我觉得无可厚非，对不对？既然他能够帮代购，就表明呢，这些叫他帮代购的人还是觉得，比如说德国的餐具啊，一把刀啊，一口锅，认为要比中国的那个产品要好，否则他不会花大价钱在德国买东西，对不对？而这些人可能大部分人呢，都是不是特别缺钱的人，所以他才心甘情愿吧，从德国找人代购。德国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我认为好的就是，比如说某些化妆品啊，至少它的质量还是比较有保证的，还有某些食品呢还是有保证的，我认为啊，因为国内呢现在很多人对国内的食品安全有很大的那个不信任，这情有可原，因为出现的事情太多了，即使是现在也还是有这样的现象，弄虚作假，有时候是国家单位也弄虚作假。比如说我想专门开个话题，海文娜大家知道吧，就是被德国媒体打压的，被德国媒体呢扣帽子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员，然后他就打假了，他去青岛参加一个所谓的德国啤酒节，后来呢他喝出那个啤酒不对劲，有点酸，而且味道呢跟德国啤酒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他认定呢这啤酒不是假的，就是掺了水，掺了水其实就是假的。然后呢，那个啤酒节的 logo 啊也是假的，反正都是假的吧。而这个举办方就是青岛政府的下面一家机构，相当于国家企业，国企公开弄虚作假，所以他就打假。打假之后呢，在青岛闹得比较大。现在呢，青岛方面可能政府比较被动，但是被动是被动啊。我觉得就应该打假，假的就不能够让他争，对吧？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是德国人海文娜，他说出来才让很多中国人相信，否则如果是你某一个中国人想打假可能都很难啊。所以说到中国这方面还是有好，比如说这个锅就很好，但是有很多弄虚作假的现象，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就应该勇敢的站出来，假的就应该把它揭露出来，就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才能让中国制造能再上升一个台阶，对不对？因为一个国家有产业，你能够推向世界，提高你的附加值，才能够让那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啊。而德国还有西方国家过去他们有工业革命这个优势，然后呢他还有一些殖民的黑历史，通过烧杀抢掠，然后他们积累一些财富，才让他们的生活水平才那么高啊，对吧？然后他们过去这上百年高高的坐在他们金字塔这个世界金字塔的顶部，吃香喝辣，才让他们每天干7小时、6小时、8小时，能够享受世界最高的这生活水平，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牢牢的占领世界市场，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是掌握了世界制造的这个主动权，另外呢他们牢牢掌握了宣传方面的话语权，可以给全世界人洗脑，他们的制度有多优越，另外呢让全部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有一种仰头族的思维，对吧？就是一说到欧美就认为他们就高大上，他们的东西就是要比我们的好，并不是光光是中国人的问题啊，而是全世界的普遍问题。你看日本相对来说算发达国家了吧，对吧？台湾地区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富裕的地方了吧，至少从他们的那个做出了统计人均 GDP 来说，甚至呢去年应该是超过日本了，还有韩国一样。他们其实他们的殖民心态特别严重，认为美国的、欧洲、德国的都是好的，对不对？他们的这种跪舔的思维也相当严重，所以这是普遍性的啊，就是说明他们西方掌握着话语权，
可以给全世界人洗脑，所以让西方的品牌非常容易建立，而且是高端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很多真的非常优秀，比德国的优秀，这就一个好的例子。但是它的品牌还赶不上德国的，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与国际话语权与你的软实力有非常大的关系。那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抹黑、搞臭你中国的名声呢？就是他不想失去他的话语权，因为你的中国的名声好了，那中国的软实力也会上升，然后中国的那个工业随之而来，也会更容易建立品牌。一个国家的声誉可以对它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就是说建立品牌，对吧？华为为什么受到美国那么大的打压？就是因为那个华为它的质量过硬，然后华为它的口碑越来越好，这个品牌越来越值钱，然后通过华为之后可以带动中国其他的高科技的东西，这个品牌起来之后，同时呢也可以带动其他中国的品牌。所以这品牌的建立啊，与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有非常大的关系，而这个西方是不愿意看到的。西方的打压其实就是因为怕中国从硬实力也超过他们，软实力也怕中国也超过他们。你中国软实力、硬实力上来之后，就没有他们说话的那个，今后的越来越没有他们说话的权利，那他们就衰落了。衰落之后，他们的生活水平会慢慢的下降，或者是一落千丈，这都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中国啊，一定不能乱，我认为不能乱，一乱了，那中国我觉得就前途堪忧了。一个是中国不能乱，另外一个呢，中国绝对不能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一个人说了算。而西方现在呢，特别是那个现在第一强国吧，对不对？他完全是老人政治。你看那个拜登说话经常说到东，然后马上第二句话扯到西，他手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不能让他脱稿，一脱稿他就说乱话，老年痴呆呀。我记得昨天我看了一个，他说中国的基建是世界第2，我们美国是世界第14。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没有看具体内容，他应该是在可能选举造势会上还是什么发表他的高见了吧，又是脱稿演说。他是这个世界第2，中国基建世界第2怎么来的？没有说明出处，美国人也不知道，他就说随口说出来的。我就想了，我去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和地区，如果说世界第2，那哪个国家敢说第1呢？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说基建基础设施的建设，说它的成就也好，速度也好，反正各方面也好，中国敢说第2，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敢说第1，真的没有。美国就更不敢了。所以这拜登说世界第2，那他心目中的世界第1，他应该告诉哪个国家？要说吹牛，我觉得可能印度可以是第1啊。印度吹牛，他说基建第1可以，或者是那个南朝鲜。我不喜欢说韩国，这个名字不伦不类，本来就南朝鲜。南朝鲜的名字英语就是 South Korea， 对不对？翻译出来就是南朝鲜。还有说到南朝鲜，我就再引申一下，我们都知道几年前南朝鲜它现在的首都就是汉城，对不对？汉城。后来呢，可能是要去中国化吧，不想让全世界知道南朝鲜原来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不对？要向中国进贡的，他想与中国这个牵连，把它切断，把它去中国化，所以要改名啊。所以要让世界国家人民认为，特别是用汉语啊，你们不能说汉城了啊，你们要说首尔。我当时我就特别反感，好好一个汉城，为什么要变成一个不伦不类的首尔？首尔特别难听。我现在还喜欢用汉城，因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人家南朝鲜人不喜欢呢。你喜不喜欢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喜欢用汉城这个字。今后我也照样这样做。这个南朝鲜的棒子跟我说，我还是要跟他说汉城。扯远了，我们又回到这口锅吧，这口锅的故事。真的啊，我从中国辛辛苦苦的搬运到德国来，而且这趋势越来越明显。我现在回中国都不知道往中国带什么东西了，德国什么东西，你说什么特产德国也没有，除了一些巧克力啊，一些护肤品啊，化妆品之外，其他德国真的拿不出手。所以我现在每次呢都是很伤脑筋，往国内带什么东西，送国内的亲戚朋友什么东西。而每次呢回德国，从中国回德国，我又特别的伤脑筋。我这行李箱就是23公斤这个重量，不知道到底应该带什么，因为可带的东西太多了。我又喜欢买淘宝一些东西，又喜欢买拼多多一些东西。现在我用拼多多用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它更方便，我觉得。所以每次呢，我就嫌我的行李箱不够用，就这个原因。因为可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一个是它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性价比特别高。最主要的是，你想在德国买，一个是买不到，另外一个呢，对我来说是天价。买回来之后，这些东西我日常能够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中国的。如果不信的话，你初来德国，就是刚来德国不久的意思。你初来德国的话，可能平时要买一些小东西，你不是在亚马逊上买，就是在德国的eBay上买。买回来之后，十有八九这些小东西，小家电啊，小的什么其他日用品啊，可以说大概率99%或是90%的概率都是中国制造，只不过是由那个德国的中国人开的公司，或是德国人开的公司，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然后在德国卖的还相当贵，大部分是比较贵的。与其我花大价钱在德国买，还不如我在中国自己可能花1/10，有时候1/20的钱买同样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从我自己个人啊，从中国搬运这种什么餐具啊，还有各种小的东西啊，来德国，就可以反映出现在两国制造业这个可以说有点倒挂了，现在有点跟原来相反了。而且现在不管是什么手机啊，还是什么电子产品，大部分呢都是中国出的，很多都是中国自己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用的都是华为的手机，我还一直在用，还舍不得换。好吧，今天就是这样说的，可能范围有点广，但是最主要的话题还是我从中国搬运这个中国制造这个锅啊来德国，然后呢让德国这个人非常的臣服，然后一口气呢又叫我在中国帮他买2口这个锅带过来，一口锅自己备用，另外一口锅呢送人。好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